目前，韩国海军远洋护卫舰主要由仁川级护卫舰、大邱级护卫舰以及未来主力 FFX3型护卫舰组成。仁川级护卫舰相当于韩国海军远洋护卫舰的起点，而在仁川级护卫舰之前，数量众多的蔚山级、东海级、浦项级护卫舰共同组成了韩国海军近海防卫的力量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韩国自制护卫舰的起点蔚山级护卫舰。对比起美国对日本的扶持，美国对韩国的扶持明显要更弱。直到70年代末期，韩国才在美国的扶持下开始了第一次自制护卫舰计划，来取代海军中服役已久的美军老旧退役舰艇。同时，随着韩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来自北方海军的威胁，韩国海军迫切需要发展一级先进的近海防御护卫舰，这就是蔚山级护卫舰的起源。在尺寸上，蔚山级长102米，悬宽11.5米，满载排水量为2180吨，在后期改进型达到了2300吨。蔚山级护卫舰的设计充分体现了韩国海军近海防卫的发展特点。由于北方邻国海军大多使用灵活的小艇执行作战任务，因此蔚山级在设计时充分考虑灵活性，采用双燃双柴的动力方案。小小2000吨级护卫舰使用了2台通用电气 LM2500 燃气轮机，达到了4000吨级052型驱逐舰的水平，最大航速能够达到34节，能够快速响应来自北方的小艇威胁以及近海间谍渗透活动。考虑到北方邻国海军没有强大的水下、空中作战能力，蔚山级强调对海火力，尤其是在近战中火炮投送能力。在结构设计上，采用了钢制舰体，上层结构则由铝合金建造，这也是当时通用的护卫舰设计。不过在马岛战争中，一发飞鱼彻底击碎了铝合金建造舰艇的大潮。蔚山级共分3批次建造了9艘，如之前所说，蔚山级注重对舰的打击性能。前4艘舰首和舰尾分别安装了一门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。蔚山级舰首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并非直接安装在舰首的主甲板之上，而是安装在船楼前方一个高出主甲板1截的平台，后方仍有一个炮位，在后方才是舰桥。层层堆叠导致蔚山级的船楼结构被迫增高，提高了舰体重心，影响了耐波性能。另外，蔚山级同时还有4门双联装30毫米机炮，反舰方面则为8枚鱼叉反舰导弹。后艘则更为夸张，以 Blade 双联装40毫米速射炮取代了原先的30毫米机炮，近战火力直接拉满。在其他武器方面平平无奇，在反潜武器方面则主要为2座3联装324毫米 MK32 鱼雷发射管。在舰载电子设备方面，韩国大多选择了荷兰产品，声纳为荷兰信号公司的 PHS-32 主被动舰首声纳，雷达方面则为依据荷兰信号公司的 DA05 对空平面搜索雷达和荷兰信号公司的 ZW 平面搜索雷达，后期型号则改进成为了三星马可尼公司的 ST1810 平面搜索雷达。有意思的是，因为财政问题，9艘蔚山级护卫舰建造时间超过了10年。首艘蔚山号护卫舰于1981年1月服役之后，最后一艘青州号于1993年6月服役，距离首舰蔚山号的成军已经相隔12年。不过，蔚山级护卫舰是韩国海军近海防御的一支重要力量，也是韩国海军开始发展本国造舰工业，以替换服役老旧的美元舰艇的第一件作品，为后续韩国水面舰艇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基础。